在中国经济寒冬愈发凛冽之际，又一颗重磅炸弹在金融圈引爆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整个中国金融界都震惊的大新闻——海银财富700亿暴雷事件。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倒闭，更是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即将崩溃的预兆。9月11日，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朋友圈疯狂刷屏，上海警方对海银财富立案侦查，就这么简单的一条通报，宣告了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金融帝国轰然倒塌。700亿啊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想象一下，如果把这些钱全换成100元面值的钞票，能堆满45万平方米的房子，这相当于6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。而这么多钱就这样凭空蒸发了。海银财富自称是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固定收益产品提供商，听起来很高大上，是不是？但让我们扒开这华丽的外衣，看看里面藏着什么肮脏的秘密。他们是怎么运作的？简单的很，找几个空壳公司，包装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投资项目，承诺7%至10%的年化收益率，然后让全国170多家分公司的理财师去忽悠客户买。你以为你的钱真的投到什么高回报的项目里去了？太天真了。调查发现，这些所谓的底层资产要么严重缩水，要么完全是子虚乌有。你的血汗钱去哪了？可能正在某个海岛上变成了某些人的度假别墅。这哪是什么金融创新？这分明就是披着合法外衣的庞氏骗局，只不过它更容易骗到像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。说起海银财富，就不得不提他的实际控制人韩宏伟和他的儿子。这对父子的发家史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1987年，韩宏伟还只是个普通的退伍军人，他放弃了铁饭碗，开始做货运生意。谁能想到，短短几十年，他就成了坐拥近1000家公司的金融大鳄。2004年是个转折点，韩宏伟成立了上海市河南商会，从此他开始大举进军金融领域，私募、基金销售、小贷、期货、担保、保理，只要是能赚钱的金融业务，他都插了一脚。去年，韩宏伟父子还以60亿身家荣登胡润百富榜。今年呢，他是要上胡润百老榜了，从富豪到阶下囚，只用了短短几个月。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奇迹。海银财富的暴雷，表面上看是一家公司的问题，但实际上，这只是整个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必然结果。想想看，海银财富有多少钱投在房地产上？2021年，仅房地产相关的理财产品就占了他们总业务的58.2%，这是在玩火自焚啊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什么状况？恒大倒了，融创倒了，碧桂园摇摇欲坠，整个行业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。海银财富这种靠房地产起家的理财公司不暴雷才怪。当房地产这棵大树倒下，中国经济这片森林还能幸存吗？海银财富只是个开始，中植系、诺亚财富这些曾经的理财界巨头，现在全都凉了。这是巧合吗？不，这是必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理财公司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立的理财顾问，而是各大集团的提款机。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各路资本大鳄们收割韭菜。他们卖的那些理财产品，说白了就是各种花样的借贷。借钱给楼市，借钱给地方政府，借钱给各种看不懂的项目，只要能赚钱，什么都敢做。风险那是老百姓的事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理财师根本就是半吊子。为了赚提成，他们不懂装懂，忽悠客户买各种高风险产品，保本保收益都是放屁，等暴雷的时候，他们早就拿着提成跑路了。这哪是什么财富管理，分明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割韭菜盛宴，而中国人就是那些被宰割的韭菜。
据统计，仅海银财富一家就坑了将近5万名高净值客户，这些人辛辛苦苦攒的钱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平均每人损失140万。想想看，这可能是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积蓄啊！有多少人的美好生活就此破碎？有多少人的养老钱就此消失？更可恶的是，调查发现，海银财富所有的理财产品都是违规的，很多底层资产根本就是虚构的。这哪是理财？这分明就是诈骗。这钱是谁的？是老百姓的血汗钱。这钱去哪了？没人知道。谁来负责？没人负责。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，圈钱的时候是金融创新，暴雷的时候是非法集资，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中国这些普通老百姓。海银财富暴雷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整个中国金融体系崩溃的前奏。看看周围，哪里不是一片愁云惨雾？房地产泡沫破裂，曾经的支柱产业现在成了定时炸弹。影子银行失控，不受监管的融资渠道，风险无法估量。地方债务危机，地方政府背负天文数字的债务，随时可能引爆。股市动荡 ，A 股市场跌跌不休，散户们苦不堪言。外资撤离，曾经趋之若鹜的外国资本，现在纷纷撤离中国市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问题正在互相传导、放大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块倒下，全盘皆输。房地产崩盘引发理财产品暴雷，理财产品暴雷又加剧房地产崩盘，银行坏账激增，企业倒闭潮来临，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啊！如此脆弱的金融体系还能撑多久？1年、半年？还是明天就会崩溃？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。那么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？再也给大家支几招。首先，远离一切高收益理财产品，记住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年化收益超过10%的，十有八九是骗局。与其相信这些天上掉馅饼的故事，不如把钱放在自己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地方。同时，分散投资也是明智之选，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房子、股票、黄金、外汇多管齐下，才能降低风险。但记住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关键是要量力而行。在这个经济动荡的时期，保持充足的现金流至关重要。记住，在经济危机时期，现金为王，没有现金就等于没有选择权。多留一些子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但光有钱还不够，提高自身技能同样重要。在经济寒冬里，只有真本事才是最靠谱的保命符。学一门新技能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，这比任何投资都更有价值。最后，别忘了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股市崩盘，房价暴跌，银行挤兑，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真的会发生吗？谁知道呢？但做好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，总不会错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未雨绸缪比事后后悔要好得多。海银财富700亿暴雷，不过是中国金融系统大崩溃的开始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没人说得准。有人说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